大家好。今天呢，看到这个图案呢是行事历，就是假设这是你的行事历。有一天你把你的行事历放在桌上，然后呢，等到你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的行事历怎么会被贴了一堆贴纸？就是有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小朋友，他就是趁着你不在的时候帮你贴了很多贴纸，他觉得这样贴起来很漂亮，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傻眼，想说，可是我上面已经有写哪一些日子是重要的。那现在凭你的直觉，你觉得那么多贴纸里面哪一个是你已经有写重要的事情在上面，但是它被贴住、被盖住了？所以呢，各位看到的，从这边开始算，1、2、3、4、5、6、7、8、9，有9个图案。现在凭你的直觉，你就选一个，觉得你行事历上面有重要行程，但是又被贴纸遮住的，是哪一个贴纸把它盖住了？选好了吗？今天的问题呢，是在问说，2019的下半年你会有什么惊喜发生？假设呢，你选到这个第一个贴纸的话，代表2019下半年你的美梦可能会成真，就是有一些梦想，知道人都会有一些梦想跟想法嘛，比如说想要中乐透，比如说想要买一辆很贵的车子，或者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是说，我想要出国玩，最好玩个3个月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那种小小的心里面，除了小确幸之外，那我们就要疯狂一点，或者是真的小时候的梦想，每个人都有。所以其实今年的下半年你是有那个机会去完成的，但是那个梦想，如果你真的希望它至少开始有个行动的话，你要有强烈的执行力。就是说，当你这个想法呢，你希望它可以有机会成真的时候，至少你要有第一步、第二步才会跟着来。所以你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之后，你就会发现，好像看起来真的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完成你小时候，或者是你已经累积很久的梦想。比如说你已经累积了10年都有这个想法，只是从来没有去做。今年的下半年你是有那个机会去完成它的，这是你的惊喜。而选到第二个这个图案呢，代表2019年的下半年你的惊喜是有一件事情它会结束。比如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会有一些想法，是希望一件事情开始或另外一件事情结束。那下半年你的惊喜是有一件你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或者是觉得有点烦，还是觉得时机到了的事情，它会很自然的结束。就是比如说你一直觉得说，假设你一直觉得说，好，我这个现在在工作做的这个案子，他已经跟客户瞧很久了，那瞧到最后就是会发现，好像客户只是在说情绪性的话，他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那你一直觉得很烦，就是想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心想要做这件事，那还是我们先暂停，就是干脆不要一直浪费彼此的时间。所以其实你心里面也会murmur，也会觉得不开心。那下半年他其实就有这个机会，让这件事情干脆就彻底的不会再有下一步动作。也就是说，可能你们就会暂时跟对方合作，暂时就是不合作，然后暂时就是可能再也不合作也有可能。所以下半年你的惊喜是你一直觉得拖拖拉拉，然后就是拖很久，然后没有什么效率啊，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成果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很自然的结束掉。也有可能是你可能想要跟谁提分手，但是你一直想说这样子提又不好意思，都在一起那么久，或对方也觉得都已经是习惯了，就已经太习惯到最后也不好意思提，所以两个人就摆着给他烂。所以下半年你有机会去面对那些你一直以来就是摆着，或者是没有真的想要一次处理好的那些事情，你都可以顺便把它处理掉。如果你选到的是这个图呢，那个贴纸的图的话，代表下半年呢，你的惊喜是突然会有人正面跟你冲突，或者是偷偷的突然出现说，来我们来决战。意思就是说，其实可能上半年你的日子过起来没有那么的精彩，可能会比较平淡一点，可是也不会很差，就是觉得还可以过这样子。可是下半年你会发现突然变得很精彩，就是好像你上半年都在睡觉，然后下半年突然就是有人把你整个摇醒，摇到地板上说起来起来，我们来决战一下。所以下半年的惊喜是来自于就是有人
跟你决战，代表你的能力就会瞬间也会跟着他一起被提升嘛。不然如果他跟你要决战的时候，你都不把刀也拿出来，然后也不拿出你的实力，是不是显得你很弱？可是你也不可能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很弱，所以你就会说好，那既然你都那么认真，那我就也陪你这样子。所以为了要去应付那个人，或者是应付那件事情，你就会想说好，那我也要振作起来，我也要不可以像上半年在睡觉那样子，我要整个把我的能量跟我的状态就是恢复回来。所以下半年的惊喜是，一旦有了外在的刺激之后，你的本能跟你的潜在的能力就会被激发出来。如果选到这个贴纸的图的话，代表下半年呢，你的惊喜会来自于你终于决定要起来做一件事情了。可能上半年的时候，你都一直在思考说，要搬家吗？要去那个地方吗？还是说要跟那个谁要合作吗？就是你会有很多想法，然后一直在头脑里面转，然后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动，没有真的去动，或者是你有思考说，这个东西，还是说这个格局，还是说这个家具，还是什么东西的，要不要改一下，要不要变一下，要不要买，还是要卖掉什么的，你就会想很多，想到最后你就是还是不动。可是下半年你就会觉得想那么多都不动也是浪费自己的时间，那还不如就站起来动一下。所以下半年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就直接去做，而且做起来人家会有点压抑，说其实你还蛮有效率，其实你动作也蛮快的啊。所以上半年是发生什么事？所以下半年你的惊喜是源自于你自己决定要动起来，决定要去做，你的执行力就是你下半年自己的惊喜。我会选到这个贴纸的话，这个贴纸这样看有点不清楚，这个放在上面。如果选到这个贴纸的话，代表下半年的惊喜是突然看懂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情，突然看得懂你旁边的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所以其实你原本之前就是会觉得，好像这样日子过一过也没什么事啊，为什么就是会好像有些人说，你为什么好像都不知道？然后想说有什么不知道的，就是这样子过日子也没事啊。可是下半年的时候，你有一个机会，就是突然你的眼睛就好像被人家这样子一伸，这样你就打开了，就是我看得到了。当然，就是那个看得到是指说，你看得到你的旁边到底谁是真的是对你好，谁是其实表面笑嘻嘻，然后一直背地里在捅你很多刀的。你终于看懂了，就是你可能上半年都原本是傻傻的，或者是还没有搞清楚说谁是真的好人，谁是假的好人，你还分不大清楚。可是下半年一瞬间，你就突然醒了。想说，原来一直以来跟我就是好像称兄道弟的人，其实才是背后一直在放话的那些。所以其实下半年会有一种剧情，好像突然都看懂，然后觉得是大翻转，原本的好人变坏人，原本的坏人变好人。所以下半年的惊喜来自于你突然都看得懂了。接下来，如果你选到是这个贴纸的话，选到这个贴纸代表其实你下半年的话，你的惊喜是来自于你超有动力的。就是说原本你可能比较与世无争，不喜欢跟人家争东西，可是下半年你突然就是被可能有人的话激到你了，就是一激到你就觉得不行，我要振作，我要开始去做一番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你变得很主动。可是因为你之前的个性跟他的环境可能会让你觉得不需要那么主动也还可以，不需要太累。可是你下半年就会觉得说，也许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比赛，它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活动，你也会很认真的去面对说，那这一次我们一起要努力，或者是这一次我一定要达到那个条件跟那个成果。所以下半年你的惊喜是来自于你的斗志被激发起来了。所以斗志一旦被激发起来，有很多事情就会跟着你而变。因为可能原本你都没有那么积极的时候，那些事件它虽然存在，可是跟你没关系嘛。可是等到你一变得很积极的时候，那些事件就全部都跟你有关系，因为你都参与在里面。所以下半年你的斗志跟你的勇气，就是你的自己的惊喜。如果选到这张贴纸的话，代表下半年呢，你的惊喜来自于你很沉浸跟很开心的在关于看表演，然后呢有很多的宴会或者是聚会可以参加，然后很多都是艺文类的，然后你也会很享受在这样子一个艺术气息跟艺文气息的氛围里面。也就是说下半年的惊喜很多是来自于比较跟艺术相关，而且是你自己也可以
是享受的，而不是被迫说有人拖着你说，这个票一定要消耗掉，所以你一定要过来就是看演唱会，或一定要过来听音乐会。而其实你没有很想要去，可是下半年你的惊喜是来自于那些活动跟展览还有表演都是你喜欢的，然后你也会觉得好有趣，有开开眼界，没有看过这种形式的表演，所以下半年也算是一个比较还蛮开心于这种各种不一样的聚会交流啊，然后演唱会啊，然后音乐会啊，表演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很多新的形态，比如说他可能是用 VR 去看了表演，这种很新或者是一般人可能还没有接触到的，你都可以有那个机会去接触到，所以这是你下半年的惊喜来源。如果选到这张贴纸的话，代表下半年你的惊喜是来自于你的灵感超多的，你突然就瞬间可以明白说，我没有想到说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都有机会可以去发生。然后同时，当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也很快的可以有反应。然后不止这样，其实你心里面也会想说，是不是要稳定下来？比如说，你觉得这样租房子啊，或者是这样子跟谁一起住，跟室友一起住，觉得说好像日子上还是觉得不踏实，你会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家，然后同时你的脑袋也变得非常的敏感，就是灵敏，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跟人家对应，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快速的去回应掉，而且你的感受性变得很强，就是当人家说一句话，或者是你看到一个画面或一句话，马上就有一种感觉说，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可以很快速的透过这句话去延伸出你自己的想法。所以基本上下半年你算是一个生活会蛮精彩，然后你自己也可以用你的头脑去做出很多反应的一个惊喜在里面。接下来如果选到最后这个贴纸的话，代表下半年你的惊喜在于你非常的有活力，你会常常出外，然后一直到处跑。那跑的原因是因为你很想要去参与各种不一样的活动，比如说不管是有人约你要出去，或者是纯粹就是你自己想要去那个地方，你都会有很热情，一直往外跑，一直往外冲。只是你的惊喜就是来自于你的热情跟活力，然后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跟事情，所以只是你要小心的，就是你往外跑、往外抽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就是避免说因为就是太开心或者是太赶时间，结果导致可能就是不小心撞到人家，然后有些纠纷。不然基本上你下半年其实是还蛮活跃于就是各个地方跟场所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测这个题目，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要测的题目，也可以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谢谢大家喽。